打开你今年用的最多的购物 APP， 暂停一下啊，我指的不是小区团购，看看这每一笔购物啊，真的符合你的预期吗？你那些抱以期待的产品，有没有让你大失所望？而有些小到不起眼的购物，反倒给了你惊喜。那欢迎收看卷毛工作室2022年年度红榜。Hello， 大家好，我是卷毛。那同样呢，今年的盘点也会分为2期。那这期呢，更加着重数码产品。大家在听完描述后呢，也可以把值或者不值打在公屏上。那首先是我的推荐啊，我今年的数码红榜呢，想给这台 Pico Neo 3 VR 一体机。那说来也惭愧啊，作为数码博主，我今年8月份掐一个饭的时候，才机缘巧合的接触到了 VR。但结果呢，设备虽然没留住，却把我领进了 VR 的大门。于是我就去另外的厂商买了这台 VR。神奇什么呢？那我这几个月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产品不是德不配位嘛，那它呢，完全是位不配德。因为有关 VR 系统啊，你先别管这个元宇宙到底是不是白日做梦，但至少啊，它是台非常优秀的游戏机，而且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呢，它比起很多主机平台，已经是个非常成熟的产品。无论是它的应用商店呢，还是生态社群啊，都已经是非常的完整了。所以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没有像 Switch 啊，或者说 PS 那样，大家对它的讨论啊，或者周边啊都那么丰富？那做相关内容的人呢，也比较少。为什么好玩啊？因为我觉得它比起主机游戏呢，有了一个升维打击。因为 VR 多了空间的维度。你想啊，主机游戏它无论是做的再丰富，它最后呢，终究是在一个2维的屏幕上去展示出。那有些体感模拟呢，已经很真实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给你空间感。那 VR 设备呢，就能非常清楚的让你知道这个物体相对的一个空间位置。那这种身临其境感呢，我觉得是没有其他设备可以带给你。所以说，它今年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而且呢，非常意外的增加了我很多的运动量。那这个呢，我之后会出一期节目去详细的讲。但现在的 VR 呢，还是有很多缺点啊，比如说它现在没有绑定你脚的设备，你要在游戏当中移动呢，只能靠手或者是瞬移。那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用摇杆前后左右，由于这种移动跟大脑没有同步，那简直就是催吐神器。还有呢，就是这代产品它的视野范围还是有点小，就是你有点像在望远镜里面看画面的感觉。那Neo4代好像是换了 Pancake 这种呈现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我觉得现在拥有它 VR 设备呢，它在未来可能还会给我带来其他可能，比如说像无人机，对吧？那以后是不是它们之间的端口可以打通一下，单独用它就可以看无人机视角？反正呢，Neo 4今年给我带进了一个更加大的世界。那第2个红榜，罗技 MX Master 3。那这个系列鼠标呢，其实我刚创业的时候就看过，觉得都挺好用的，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太重，所以就放弃了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嘛，我的手劲又变得更大了，现在用觉得刚刚好。关于这个鼠标呢，首先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人体工学，这边会有一个高度，而且我手也挺大的嘛，它是比较适合手大的人去握持。那并且呢，虽然它不能换电池，但它续航是挺久的，通过一个 Type-C 去充电，每充一次电呢，大概可以用1-2个月吧。那它最大的特色还是因为它号称是旗舰嘛，所以你看啊，它可以自定义的按键是特别的多。这个设备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剪辑推荐的，它非常适合像美术啊，或者说影视后期工作者去使用。那我之前买 Mac 给我们公司的标配呢，一般是不要苹果那个烂鼠标，而是用触摸板去操作这个时间线，然后用自带的鼠标剪辑。有了它之后呢，似乎就不需要那个触摸板，你可以把对时间线的操作呢，就设置在这几个边侧的键上。比如说这个滚轮，一般鼠标没有的，是前滑和后滑。那这2个键呢，可以放大和缩小时间线，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一手操作。然后它这个滚轮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一共分为2档。那像这一档呢，摁下之后它是有阻尼的，可以听听它这个声音啊。那再按一下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阻尼的，你看多么丝滑。它非常适合那种你一下子要看好几千行数据啊、信息啊这样的一种使用场景。如果是普通的鼠标的话，老茧都要划出来。那此外呢，虽然我们基本上是 Mac 生态，但偶尔呢也会有跟 Windows 在一起双系统使用的需求。那这个鼠标呢，它居然是可以通过一个软件设置，一键从2个系统之间呢去复制或者粘贴文件。所以这个产品呢，虽然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对得起它旗舰的身份。那第3个产品呢，虽然我们前几年一直在用但是今年才轮到给它提名，那就是三星 T5 硬盘。我感觉跟它的感情呢，就像是婚后的夫妻一样。那时间长了，你就忽略了它的重要性。但过了几年回头看呢，那还得是它。感觉目前呢，它还是最适合影视公司的外接硬盘。一方面呢，非常的轻便便携，而且拖大型文件传输的时候呢，还是飞快。并且你看很多专业的摄影机都可以拿它来扩容。那我记得像 BMPCC 这样的摄影机好像专门是有兔笼给它预留了位置。那可见它的普遍性，因为比起存储卡来说呢，它真的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很良心啊。所以那帮垄断储存卡制式的厂商有这个产品在，你们是怎么下得去那个定价的？而且都说固态去存数据不安全，容易掉嘛。但是我们一共有4块 T5 硬盘，我们用了3年，也没有遇到过1次有关数据的故障。虽然还是不推荐把它作为一种永久存储数据的方法，但是呢，这样的数据我觉得是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那下一个产品呢是这个小玩意儿，看上去像是个转换口，那实际上呢，那是一个 Switch 的底座。它的功能挺简单的，就和原厂的底座是一样的，数据传输、HDMI 线，还有 PD 供电。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呢，拓宽了使用场景毕竟原厂那个底座嘛是又黑又大，你带出去也不方便嘛。像这个呢，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里面，那就可以插上，和你同床的好哥们儿一起玩了。那或者说是朋友聚会，你带上它呢，就从一个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的设备。插正好在人中。然后不是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里面都有大屏幕，而且可以插 HDMI 的。当然我没有验证过，但是在车内玩呢，这个场景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我觉得有这部分需求的小伙伴，我是非常推荐这个小玩意儿的。那下一个红榜产品，微固 AA5 图传监视器。那我们用过的图传呢，也有千万。那它最大的特点呢，还是把监视器跟图传都做在了一起。因为你看，我们以往的图传呢，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接收端。这个是发射端，如果你还要一个监视器的话呢，你还要再连一个 HDMI 线出去，然后在其他地方呢再找一个热接口固定。那它的画面呢，在同价位里面算是比较高亮，也很清晰，而且就算没有接收端，它还可以用。比如说一个场景在片场，摄影师呢需要看监视器画面，那同时呢，它还能够通过 APP 直接连到一个 Pad 或者其他设备上，给周围的人或者甲方去看。再或者呢，对于那些一个人的自媒体创作者，你架了一个相机自拍，那旁边放一个 Pad， 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画面。所以有了它呢，图传还有监视器，你只要一个口就可以全部固定了。那最后一个红榜产品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蓝光的磨光棒。那这个产品呢，今年让我明白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长越好的。你说蓝光能长的，我也有的呀。那这个呢，虽然不算太亮，只有30瓦，但是很便携。那这个长度揣在口袋里面，随身携带都可以。你说这个棒子行不行？所以说呢，不用自卑，短也有短的优势。那它的功能呢，反倒是我觉得最不值得讲的那点。那就很常规嘛，那正常的换色温、彩灯或者是警笛模式它都有。但是推荐它的小伙伴呢，却说那它最常使用的一个场景呢，它并不是拍片，而是说拿来做手电筒非常方便。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没有见过哪家的手电筒可以磁吸的？那他说在疫情期间，他下楼去发放或者签收物资，那这个是神器啊！而且它这个功能，你看可以在演唱会去使用，对吧？不光是一个摄影设备，那虽然说在片场它不算很亮，但是你把场景换到应援团里，那30瓦可能已经是最亮的了。那当你挥起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家哥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好的，那么红榜就介绍完毕了。至于今年为什么没有黑榜呢？也请大家见谅因为我跟小伙伴翻遍了我们所有的购买记录，大到买车，小到一些快消的日用品，大家真的实在是没发现有买到什么智商税。那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原因，可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毕竟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嘛，大家消费都变得谨慎了。你别说这个结果我倒是觉得挺发人深思的。确实消费不济，这个会影响经济，对吧？但是对个人来说，好像反倒是避免了买到一些智商税所以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小小的好处。或者我们反过来讲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呢，免不了会出现这种小小的消费主义，或者说智商税是在后面推动。反正我就只能想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有用的话呢，可以给我一个3连支持一下或者点个赞也可以，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